周三，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东盟秘书长分别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主持开幕式。中国与东盟重要智库和知名高校的100余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开深入研讨。30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谋求合作共赢，打造了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支柱，树立了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发展富有亚洲特色的多边主义？来看看报道。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率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率先建成自贸区，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始终领跑东亚区域合作。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重要支柱。王毅指出，中国和东盟始终遵循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东亚方式，照顾彼此关切和核心利益，以真诚沟通促进理解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争议，树立了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典范。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目标、对接发展战略，拓展互利合作，树立了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的典范。始终秉持命运共同体精神，给予对方无私支持帮助，树立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典范。始终致力于促进民心相通，传承友邻之道，弘扬亚洲价值，树立了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典范。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样板，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重要支柱。王毅强调，中方愿同南海当事方加强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干扰，开展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要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尽早达成实质、有效、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国际法的准则。我们注意到增强互信、加强合作都是这一次研讨会的高频词。那这也符合这一次会议聚焦中国东盟30年来历程与经验，并且展望未来的主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总结，中国东盟合作已经成为了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典范。面对未来，王毅则是从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抗疫合作、聚焦发展等5个方面，对中国东盟合作提出了更高的希望与要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在会后对深圳卫视表示，“一带一路”、RCEP 以及中国认同东盟对接落实东盟全面复苏框架，都为中国东盟的未来注入强大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多年。那么应该说呢，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我们这样一种研讨，来进一步的思考、挖掘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增长点，为中国东盟关系今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外代表发言时都提到了中国东盟需要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的顺利实施。RCEP 由东盟发起，中国积极支持，并于今年4月正式完成 RCEP 核准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东盟提出要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宏伟目标 ，RCEP 的顺利落实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落实过程中呢，因为有2个挑战吧。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重点还是要深度打造和扩大打造它领先的 CPTPP。第二个呢，虽然有了地区框架，但是美国呢，它还要打造不包括中国的一些供应链，所以这方面呢，可能会在一些方面对于这个 RCEP 的作用这个形成一些前置。所以这方面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中国东盟要加强合作，使得 RCEP 真正的发挥地区经济统合，那么开放市场，逐步深化打造东亚的这样一个强经济基础的一个作用。
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一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再度谈及南海议题。他重申南海没有仲裁。杜特尔特指出，基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不能诉诸武力，只能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他也特别谈及新冠疫情来袭时，我第一个求助的国家是中国。I was a good friend of presidency until now. When the pandemic struck, the first country I called for help was China. President Xi, sabi ko, President, we have no vaccination program here because we do not have the vaccines.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invent one. We might have a hard time. He said, no, it's okay, we'll send you. And he sent us, donated about 1,500,000 of vaccines.